脑子的最快方式就是多看先例易经解读。今天我们讲一个看似不起眼却蕴含着惊人智慧的易经——岁月之境。在讲岁月易经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什么年龄越大焦虑就越重？我们害怕被同龄人抛下，恐惧青春流逝，总想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多的东西，结果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高速旋转却濒临失控的陀螺。我们拼命对抗时间，却终究被时间所困。大家是否还记得白云松的长老青松？他的易经就是岁月易经。世事无常，情丝断尽为绝情，心中有乐，岂无外事忙为慵懒。可究竟何为岁月？这是一种能干扰时间流速的力量，在战斗中能让对手的动作瞬间慢下来，对敌时甚至能强制加速对手的时间，使其迅速衰老，生机流逝，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神通。王林在第一次画幡时对这个意境也极为着迷，他当时决定通过雕刻木雕的方式将它复刻出来。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王林雕刻其他意境都顺风顺水，唯独在这座岁月木雕上，他卡住了整整9年。你没听错，一个修道天才花了9年，连一件作品的门都入不了。问题出在哪？直到一次意外的顿悟，王林才终于明白，他所把岁月当成了一种可以被快速掌握的技术，却忽略了岁月本身就是时间，而有些东西恰恰是时间唯一无法走捷径的领域。直到想通这一点，他才一气呵成完成了那座蕴含着时间力量的木雕。这段看似玄幻的修炼瓶颈，其实是时间给我们普通人上的顶级的一堂课。他首先教会你的是承认时间的铁律，有些东西就是急不来的。王林的9年瓶颈像极了我们的人生，真正的成熟、深刻的见地、内心的沉稳，还有从巨大伤痛中自我愈合的能力，这些都不是你看几本书、上几节课就能速成的，他们必须被时间浸泡，被经历打磨。你越是焦虑，越想走捷径，反而离得越远。这就像煲一锅汤，火候不到，掀开10000次锅盖也没用。在我看来，我们现代人最大的通病就是总想用意志力去催熟时间的果实，而一旦你接受了时间的铁律，就能解锁它真正的妙用。慢半拍才是最强的防守。想一想，情绪上头时慢半拍就能避免一场争吵，冲动投资时慢半拍就能躲开一个大坑，急于证明自己时慢半拍就能找到更优的解法。我敢说，我们人生中90%的后悔都源于那个关键时刻没能慢下来的冲动。岁月意境的强大不在于它能让你变得多快，而在于它能让外界的狂风暴雨慢下来。它不是攻击的利剑，而是缓冲的盾牌。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完，王林在真正强大之后，唯看轻松的岁月意境给出了一个更颠覆的评价：百思中得奇境，这岁月意境不过是对天道轮回的模仿罢了，并非真正的轮回。这里就藏着普通人与高手的根本区别。轻松的岁月意境是被动的顺应时间，承认它的规则，并用慢来应对。但王林最终自创的神通叫流月，它的核心是主动的驾驭时间，它对应到现实里是一种更高级的活法，不再被年龄数字所绑架，不再被外界的快慢标准所焦虑。你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去成长。你不再是被时间洪流推着走的木头，而是学会了在这条河流里稳稳地驾着自己的船。让我们都能从那个被时间追着跑的焦虑者修炼成一个与时间从容同行的智者。因为人生最高级的修行不是为了留住时光，而是为了不被时光冲走。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岁月之境，我是安安，我们下期再见。